李薇，签了吧，从今天起，市场总监换人了，换我。你说什么？让你走人呢，签了字，拿钱。我凭什么走？这单3年的大客户我刚谈下来，合同还热乎着呢。就凭你35了，公司可不敢留一个随时要回家生孩子的老人。李薇，公司也得往长远打算，该给的钱 N+1一分不少，你拿着，咱好聚好散。我连个对象都顾不上谈，你跟我说生孩子？周世杰，我给你卖了整整10年命，把公司从3个人做到行业第1。今天你就因为我可能会怀孕，把我一脚踢了？哎呦，火气别这么大，世杰也是为公司好嘛。再说了，他现在听谁的，你心里没点数？钱我要 N+1，白纸黑字，一分不能省。可这高龄备孕4个字，我一个字都不签。你们这是违法开除，我留着告你们。你还挺横，横的还在后头。你这办公室视野是真不错，难怪你舍不得走。你知不知道我为这家公司搭进去多少？那又怎样？世杰嫌你太强势，看着烦，一把年纪了，也该学会认命。周世杰呢？让他当面跟我说，别躲你后面。他呀，这会儿正在我床上补觉呢，昨晚太累了。他现在听谁的，你心里没点数？原来你结的婚，新郎是他。那不是李薇吗？怎么抱着箱子？说没开今天的事儿，做到总监说走就走。李姐，怎么回事啊？被开了。我听说是林娇娇逼着周总签的字，她现在可是周总的人。姐，薇薇，你快回来！你爸刚在家捂着胸口喘不上气，脸都白了。120把人拉走了，正往医院送呢，你赶紧的！帮我叫辆车，快！我爸出事了。老女人，滚得越远越好。家属是吧？病人随时有危险，别愣着，马上给我来！人刚推进去，你先别慌。到底怎么回事？姨父中午还好好的，突然就捂着胸口喘不上气。我正好去送点东西，赶紧叫了救护车。医生，我爸他冠心病急性发作，幸亏送的及时，先用药稳住了，但他血管堵得厉害，药顶多撑一阵子，得尽快做搭桥手术，越拖越凶险。手术得多少钱？搭桥加上术后护理，你先按20万准备，家属商量好就赶紧定，越早越好。钱的事你别一个人扛，姨父这儿有我守着，你出去透透气，缓一缓。钱姐，我正想找你呢，帮我留意几个市场总监的坑。小薇，姐这通电话是来跟你说声对不住的。怎么了？周世杰在圈子里放了话，谁敢用你，就别想再跟他公司做生意。本地这几家猎头今天全收到提示了，大家都不想为了你一个人去得罪他。他凭什么？他还到处放风，说你在任上私吞客户带走机密，是真是假没人查，可脏水泼出来了，谁还敢接？姐手里3个对口的岗，本来都想推你，这下一个都不敢动了。钱姐，谢谢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个有本事的人，别让他这口气把你压垮了。陈芳，你怎么在这儿？李薇姐，你也来医院啊？你这快生了吧？怎么一个人来产检？产检是顺带的。我今天是来办失业登记的。失业？你不是公司的法务台柱子吗？上周被辞了，说我怀着孕影响形象，精力也跟不上。我干了8年，帮公司打赢过多少劳动官司，轮到我自己，林娇娇一句话，门禁卡就给收了。林娇娇？你认识他？何止认识，今天顶我位置，把我从办公室赶出来的就是他。李薇姐，你想想，一个嫌你要生，一个嫌我怀了，这话凑一块儿就是现成的证据。
告他们违法开除，我有把握。你要不要跟我一起？你一个孕妇还敢跟他们硬碰？我学了8年法，连自己都护不住，那这8年不白学了？哟，你回来啦，张鹏，这是干嘛？薇薇，他是谁？咱俩不合适，我搬出去。鹏哥早就不想跟你过了，你一天到晚加班，连口热乎饭都没给他做过，这日子谁受得了？这条项链是我上个月丢的，那是我妈留给我的。你天天加班，我以为你不要了。你干什么？我妈的东西轮不到你带。你今天来的这么巧，你怎么知道我被开除了？周什么？周世杰，你跟他什么关系？他是我表哥，怎么着？早说晚说都一样。你这种被全行业封杀的人，往后也别想找工作，趁早认命吧。开除我的，封杀我的，连未婚夫都是他安排的，感情你们是一伙的。行李带上，人也带上，滚！李薇，你别给脸不要脸，你现在什么都没了。我没了工作，没了你，可我还有骨气。你呢？给表哥当条狗，连骨头都得等人赏。你好，我投了贵司的市场总监，想问下进度。请问您贵姓？李薇。姐，这岗临时撤了。我跟您说句掏心窝的，有人在行业里打了招呼，我们真不敢用您，您别让我为难。是不是周世杰？您还是快走吧。女士，请你离开。不劳驾，我自己走。我就不信他能把所有的路堵死。温国子用人标准，经评估，您暂不符合。小薇，工作还顺当吧？顺畅着呢，您就安心养病。医生说了，要先稳着，搭桥的手术得尽早排上。这2天我先盯着，你忙你的去。钱的事儿，别太难为自己。爸，您放心，钱我有办法。您的房贷账户余额不足，请及时还款，逾期将影响征信。20万手术费，断供的房贷。我就猜你在这儿，我帮你打听了一圈，本地这会儿是真没人敢要咱俩。不过今天我给你带了个人，我也是被周世杰开的，他和林娇娇做假账的证据全攥在我手里，可我一个人不敢动。我叫王桂芬，叫我王姐就行。以前在周世杰公司做财务，被开2个月了，投了80多份简历，连个面试都没捞着。你也是被林娇娇？我查出来他做假账，把公司的钱往自己卡里倒，我去找周总汇报，第2天就被开了，理由是业务能力不达标。这是典型的打击报复，能告？告！我连律师费都掏不出，现在就盼着赶紧找个活儿，把闺女的学费先续上。王姐，您刚说的那假账，证据真在您手里？在，我查了2个月，一点一点抠出来的。他怎么做假账，怎么把公款转进私户，连周世杰偷税漏税的窟窿，我都留了底。那您怎么一直没用？我一个人怕，他有背景，我斗不过他。王姐，您有证据，陈芳懂法律，我有10年的人脉和客户，咱仨凑一块儿，谁斗不过谁，还真不一定。你想干啥？咱仨凑一块儿，谁斗不过谁，还真不一定。你想干啥？开公司抢他的生意，一边把市场夺回来，一边把这些证据攥到最关键的时候再用。你疯啦！咱仨现在加一块儿都凑不出5万块，凑不出来就想办法凑。王姐，那份东西您敢不敢交给咱们一起保管？这2个月的心血都在这儿了，豁出去了，我跟你们拼一把。李姐，我也出事儿了。林娇娇说我上班玩手机把我开了，我明明在回客户消息，她还把咱们部门3个老员工全裁了，换上她自己的人。小唐，你以前对接的那些老客户，现在还联系得到吗？联系得上啊，好多都是我一手维护的，关系处得跟朋友似的，过年过节还互相问候呢。李姐，你问这个干嘛？我要开家新公司，凭真本事把周世杰的客户一个一个抢回来，你敢不敢跟我干？干！
反正班也没课上了，与其在家生闷气，不如跟着你把当初受的气全给挣回来。爸，对不起，这房子我得卖了。小薇，你眼睛怎么肿了？没睡好。是不是工作出岔子了？跟爸说实话。爸，我想把房子卖了，自己开家公司。那房子是你妈留给你的？妈留给我的是不认输的骨气，不是一套房子。你妈当年也是这么拼的，卖吧，爸支持你。有些老女人不行，换年轻的上，立马就签。照片里那份合同是王总的，我跟了他整整3年，陪他熬过2次资金链断裂，连他女儿的满月酒我都到了场。我前脚被赶出门，他后脚就抢走我的客户，还要踩着我发朋友圈炫耀。姐，您这房子地段好，挂出去能卖280万。多久能到账？多久能到账？快的话2周，慢的话个把月。那咱先把这份房屋出售委托合同签了，您委托我们独家代理出售，条款您过一遍，没问题就签字按手印。佣金、代理期限、到账方式都写清楚，我急用钱，越快越好。姐，您这是要做生意？开公司。姐，这行情您可想好了，创业风险大着呢。我的风险已经够大了，不差这一个。王姐，您怎么在这儿？这儿有免费热水，馒头就着热水，省一顿是一顿。刚去前头2家公司递了简历，顺道歇歇脚。您一个查了20年账的人，落到这一步不丢人，也不是您的错。我没觉得丢人，被开除是他们没良心，又不是我偷了抢了。我就是得省着点儿。闺女还在念大学呢，闺女的学费，您的日子往后都算公司的账。王姐，那个 U 盘我收好了，但我答应您，他什么时候用怎么用，咱们一起商量。行，我信你。别光啃凉馒头了，今晚来出租屋，咱们4个正式开干。我算了一下，启动资金至少得100万，房子能卖280万，够用。李姐，你真要把房子卖了？不破不立。这就是我整理的财务证据，做假账、透税、挪用公款，加一块儿够判5年以上。东西很硬，但现在还不能报警，得等时机。对，这不是用来报警的，是用来谈判的。谁要还敢跟周世杰合作，我就让他瞧瞧，他这生意伙伴随时能爆雷。李姐，那这家公司咱们叫什么名字？我想好了，叫他时代。为什么？咱们做的是给职场女人穿的衣服，最懂她们要啥的就是咱们自己。我想让每个她，不管多大岁数，多难的处境，都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自己的舞台。好名字，提气！冲这俩字儿，咱也得干出个样来。干！售房款280万到账了。几个被开除的老女人也想创业，早晚散伙。这照片谁拍的？他怎么会有咱们的照片？谁拍的？你们瞧这背景，是咱们这栋楼对面的窗户。他在盯着咱们。不一定，但有一条能肯定，他怕了，不然犯不着专门发个朋友圈来恶心咱们。怕啥？怕咱们翻身，别盯着他朋友圈了，盯着咱们自己的事儿。小唐，客户名单整出来了吗？整好了，周志联前10大客户全在这儿。第一个找谁？老高，他不是客户，是供应商，但欠款最多，最好撬。明天我去找他。李总，你怎么来了？高哥，找你谈笔生意。我听说你被周世杰开了。对，所以我现在自己干。开公司了？做什么？做职场女装，跟你买面料。周世杰那儿还欠我800多万呢，你要是他的对头，我不好供货吧？高哥，他欠你800多万，半年不还，你还打算接着给他垫钱供货？我也烦，
可它量大，我不敢断。那要是我给你的量一样大，还现款现货，不压你1分钱呢？卖了套房，280万，够不够？老板，现款现货，咱资金周转能快1倍。李总，你确定？确定。而且我还能帮你把周世杰欠的那800万要回来。怎么要？这是周世杰财务上的窟窿，你拿着它去催款，他不敢不给。行，李总，从今天起，你要多少变料我给多少，现款现货，价格再给你打9折。成交。怎么样？老高搞定了，现款现货9折，牛！那下一步呢？产品呢？小唐，你在前公司待过，职场妈妈最缺什么样的衣服？能外奶，能开会，不显肚子，还得好看。就这个方向。陈芳，你负责注册公司、商标、找代工厂。王姐，你盯着账。明天起我去跑样衣。李女士，有人愿意出高价买你手上关于周世杰的全部资料。你是谁？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卖不卖。李女士，考虑的怎么样了？对方出50万，只要你手里的财务证据照片就行。谁要买？抱歉，客户要求保密，但钱是真的，50万现金今天就能拿到。别卖，替我谢谢那位客户，不卖。李女士，你考虑清楚，你现在最缺的就是钱。我缺钱，但不缺德。这些证据是用来讨公道的，不是用来发财的。你猜是谁要买？要么周世杰，要么林娇娇。他们怕了，怕就好，怕才说明咱们走对了。你们要做什么样的衣服？样衣带来了，职场哺乳装，隐形拉链在这里，单手就能操作，外面看不出来是哺乳衣。面料要亲肤，不缩水，好打理。这个设计可以啊，谁想的？我团队里一个宝妈，喂了2年奶，每次出门都找不到合适的衣服，干脆自己做。单量多少？第一批1000件。1000件太少了，成本压不下来。那5000件呢？5000件可以，但你要付50%定金。多少？按50块一件算，5000件25万，定金12万5。李姐，咱们钱不多了。行，12万5，什么时候能出货？3周。太慢了，2周。2周的话要加急费，多1万。加。房子卖了280万，手术和还贷花掉50万，给老高面料定金30万，工厂定金12万5，房租、注册公司杂七杂八花了10万，现在账上只剩177万5。这177万看着的不少，可5000件衣服做完还得付尾款12万5，往后还要做营销、发货、压库存，处处都是钱。万一这批货卖不出去，那可怎么办？没有万一，这批货必须卖出去。怎么卖？线下的渠道被周世杰堵死了，哪个商场敢进咱们的货？那就走线上，直播带货。直播？咱们谁也不会啊。学。小唐，你年轻，你上。我社恐，我连抖音都没装过。我可以写文案，那就这么定了。明天开始，小唐当主播，陈芳写脚本，王姐管后勤，我负责联系平台。李姐，你这是赶鸭子上架啊！鸭子不上架就要被炖了，你想被炖吗？不想。李姐，你小心点，林娇娇找了水军，准备在你们开播那天刷差评刷到封号。我说什么？先打招呼，然后介绍产品，别紧张，就当跟朋友聊天。开始了，开播了！大家好，欢迎来到踏实代女装。欢迎来到踏实代女装。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职场哺乳装。哺乳装好恶心，谁在直播间卖这个？退！这款衣服的设计初衷是我不行了。
大家好，我是这款衣服的设计者，我叫李薇。这大妈又是……我今年35岁，2周前我被公司以高龄运为由开除，全行业封杀。我团队里的王姐，因为举报财务造假被开除，现在每天吃馒头住地下室。陈芳，怀孕5个月被辞退，连劳动仲裁的钱都出不起。小唐，前台小妹，因为不肯帮老板做假记录被开了。这款哺乳装是我们4个被职场淘汰的女人用最后的积蓄做出来的。我不求你们买，只希望你们知道，职场妈妈不是累赘，她们只是需要一件体面的衣服。100件了，200件了！在线最高峰3200人，下单430件，销售额73000块。几天前我还蹲在公园里就着热水啃凉馒头呢。李姐，咱们成了。还没成，这只是第一步。不好了，库存只剩200件了，工厂那边加急也要2周。马上联系老高，让他多备面料。小唐，你联系工厂，再加单5000件。可是咱们没钱了，把账上所有钱都压进去。你疯了？万一卖不完呢？卖不完，我睡大街。已被封记。后台几千条举报，全是这几分钟里集中冒出来的，是水军。有人砸钱把咱们刷疯了，3万粉丝，说封就封了。对方用了大量水军举报，系统自动封的，肯定是林娇娇干的。申诉要多久？至少7天。7天太久了，订单怎么办？已经下单的客户怎么交代？要不咱们换个平台？那400多个订单都还没发货，换了平台，客户怎么找我们？去工厂。去工厂干嘛？亲自打包发货，每一单都塞一张手写感谢卡，告诉客户咱们直播间被恶意举报封了，正在申诉。请他们关注咱们的官方客服号，进粉丝群，售后和补发都在群里跟进。账号一解封，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手都断了，我20年没写过这么多字儿。感谢您支持我们4个女人的梦想。再加一句，因被同行恶意举报，直播间暂时被封，我们正在申诉，请关注官方抖音客服号，加入粉丝群，有任何问题群里随时找客服。复播后老顾客专属福利。李姐，你说林娇娇要是知道咱们用这种方式继续卖，会不会气死？气死最好。姐姐们，这批货发到哪里？全国各地，430个地址，一个一个对。我来打单，你们负责装袋贴单。终于完了。还没完。王姐，你统计一下，进粉丝群加了客服号的有多少人？430个订单，有380个人进了粉丝群。在粉丝群里发个公告，谢谢支持，复播会提前通知，凭订单截图再送1条丝巾。丝巾？哪来的丝巾？找老高要的样品，不花钱。你说咱们能成吗？不知道。那你为什么还敢把所有钱都砸进去？因为我没得选。35岁，未婚未育，全行业封杀，我爸还躺在医院里。如果我不拼一把，我就真的完了。我也是，我老公说，再找不到工作就离婚，那就更不能输了。李女士，您父亲病情突然恶化，需要立刻手术，请马上来签字。你父亲主动脉夹层，必须马上手术，成功率60%，费用要20万。20万？对，而且术后还要住 ICU，每天大概1万。我签。叔叔怎么样了？刚推进手术室，要4个小时。钱够吗？够，但咱们工厂第2批货的定金可能得缓一缓了。缓多久？不知道。我爸出 ICU 之前，我不敢动这笔钱。那咱们的订单怎么办？第1批货卖完了，第2批货必须跟上，不然口碑就没了。我知道，我知道。李姐，别哭，这是我攒的3万块，本来是学费，你先用。我只有8000，你先拿着。李姐，你把房子都卖了，我们这点钱算什么？我转了2万，我老公的私房钱，他不知道。谢谢，谢谢你们。手术成功，但要在 ICU 观察3天。你是李薇？你是谁？我叫苏童，是蜜芽母生的采购总监。你们那批哺乳装我买了1件，穿了3天，想跟你谈谈独家代理。
你怎么找到我的？你们包裹里加的卡片我看到了，顺着进了粉丝群，还私信过你，你没回。我这2天守在医院，没顾上看。我理解。我要跟你说的是，你们这款产品是我们公司找了3年都没找到的爆款。如果你愿意，我们做你们的全渠道独家代理，预付100万。条件是，这款产品的渠道分销只能由我们公司独家代理，你们不能再授权给别的代理商。另外，产能要跟上。100万，什么时候到账？今天签合同，明天到账。签。周世杰公司被税务稽查了，林娇娇的假账被匿名举报了。知名服装公司涉嫌偷税漏税，税务部门已介入调查。看到了吗？谁举报的？不是我。王姐的证据还在咱们手上，没给出去过。苏童，刚才他给我的名片，蜜芽母星的采购总监，他为什么要帮咱们？不是帮咱们，是帮他自己。他想要独家代理，先把周世杰搞垮，咱们就是唯一能供货的人。这女人够狠，狠得好。跟狠人合作，比跟好人合作靠谱。独家代理可以，但预付100万太低，我要200万。你拿什么跟我谈？周世杰的供应商老高现在只给我供货，市面上能做这款面料的就他一家。你要是不签，我去找别家，一样有人抢着要。180万，不能再多了。成交，但要加一条，以后我们文贵直播间要是再被恶意举报，你们公司得跟我们一起出面应对，不能坐视不管。得罪人了？得罪了，一只疯狗。行，加。钱明天到账，1周之内我要看到5000件货。放心。签了吗？180万预付，5000件订单，180万。条件呢？独家代理，7天交货。7天，工厂至少要2周。所以我连夜去找老高，让他多加2条生产线。王姐，你明天去工厂盯着质量。陈芳，你负责物流。小唐，你继续做内容。账号解封后马上开播。干！直播间销售的商品被举报涉嫌虚假宣传，商品暂时下架，3天内要提交资质和宣传依据，核实期间不能销售。李女士您好，有用户举报你们直播间宣传哺乳装能预防乳腺炎，涉嫌夸大功效。按平台规则，被举报的商品要先核实，所以系统先把它下架了。我们从没说过能预防乳腺炎，我们的原话是合理的剪裁设计能减少哺乳期的不便。这是客观描述，而且有医生背书。请问需要我们提供哪些材料？直播话术的原始记录、产品资质，还有你们说的医生意见，麻烦都上传到商家后台，我们走核实流程。材料我们都有，3甲医院乳腺科医生的验质书、质检报告、生产许可证，今天就能传上去。好，不过核查需要时间，结果出来之前，这款商品没法恢复销售，请你们理解。我刚签了5000件的订单，7天就要交货。我理解您着急，但流程得走完，材料越齐全，核实越快。材料我们马上传，麻烦你们尽快，我背后还有100多个等着发货的客户。我查到了，举报用的是临时注册的小号，但 IP 地址显示是周世杰公司。又是林娇娇，她这一招够阴，就算咱们没问题，核实期间也不能卖，7天黄金期就耽误了，不能让她得逞。明天我去找苏童，让他以独家代理方的身份跟咱们一起备齐材料，催平台尽快核实。他会帮咱们吗？他投了180万，不帮咱们，他亏得更大。又是这个女人，她到底什么毛病？她想让我死。你带2个人跟陈律师对接，把他们的资质材料连夜整理齐全。明白。我们公司是你们的独家代理方，会跟你们一起出一份联合担保，连同医生意向书、质检报告一起传到平台后台。材料越全，核实越快。我能帮的就这些，剩下的得等平台走完流程。谢了。别谢，我是在保我的钱。另外，我帮你约了一个人，是女企业家协会的会长，他手上有个资源，你可能用得上。董会长当年也被男人从自己创立的公司踢出去过，他跟你是一路人。全传上去了，比平台要求的还多。李女士，你们提交的材料我们核实过了，宣传话术属实，资质齐全，没有问题。这款商品给你们恢复销售了。另外提醒一句，这个举报方像是冲着你们来的，往后留好每场直播的话术记录，省得被反复举报。明白，谢谢提醒。
李总，2条新生产线已经调试好了，明天就能开工。质量要盯紧，这批货不能出任何差错。放心，我亲自盯。对了，周世杰那边出事儿了。什么事儿？税务局查了他3天，发现他不仅偷税，还虚开增值税发票，金额上千万。现在不只是罚款的问题，可能要坐牢。林娇娇呢？他跑得比谁都快。听说事发前1天，他把公司账上最后300万转走了。周世杰现在满世界找他。狗咬狗。今天来了一位新面孔，他时代女装的创始人李薇。大家好，我是李薇。听说你被周世杰封杀了，得罪人了吧？不是得罪人，是被人夺了位置。但我现在自己开了公司，活得挺好。李总，我听说你只用了半个月就从0做到了5000件订单。是，但这还只是开始。口气不小，口气不小。行了，今天叫大家来是想谈谈女性创业扶持基金的事儿。我打算拿出100万，专门资助被职场歧视的女性创业者。第一笔钱，我想投给你。董会长，你认识他才几分钟，凭什么把钱给他？因为当年我也是被踢出公司的，我懂他的痛。董会长，你当年是被合伙人背叛，他是被开除，能一样吗？都是被男人踩在脚下，有什么不一样？我不同意，100万不是小数目，不能随便给一个刚成立半个月的公司。孙总，我没要你的钱，董会长的钱他想给谁就给谁，跟你有关系吗？我倒想问问，你这么激动，是不是跟周世杰有什么交情？孙总，我记得你老公跟周世杰是生意伙伴。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行了，这件事我定了。李总，明天来我办公室签协议。100万，不要股权，不要分红，3年后还本就行。为什么帮我？因为我女儿。你女儿？她今年32岁，怀孕6个月的时候被公司劝退，理由是你怀孕了会影响团队士气。她回家哭了3天，现在都不愿意出门找工作。所以你想帮她？我帮不了她，但我可以帮你。你成功了，就是给所有像她一样的女人一个希望。另外，我认识一个做消费赛道的投资人，眼光毒，出手也狠，手里还有不少达人和渠道资源。下周3我约他谈谈，你一起来。董兰的100万落定了。100万加上苏童的180万，咱们有280万了。工厂第2批货成本50万，营销预算30万，再预留30万做备用金，够了。但有个问题，董会长约了下周3跟那位投资人见面，那天正好是第2批货出货的日子，你走得开吗？出货的事儿你们盯着，我去吃饭。李姐，你一个人去谈行吗？投资人见的世面比咱们多，硬碰硬没用，得让他看见数据和决心。把咱们这2个月的销售复购数据都带上，他这种人只认数据。放心，我心里有底。周世杰公司正式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原市场总监林娇娇下落不明。求你，林娇娇，她怎么会给你发消息？肯定是骗人的，别理她。万一是真的呢？他转了公司300万跑路，周世杰在找他，警察可能也在找他，他现在就是过街老鼠。你打算怎么办？不怎么办，他自己走的路自己负责。李薇，求你了，我只想跟你见一面，就一面。我跟你没什么好见的。我知道周世杰的一个秘密跟你有关，你不想知道吗？明天下午3点，老地方，你以前最爱去的那家咖啡厅。说吧。周世杰，他要跑路了，他其实已经把大部分资产转移到海外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知道他第1桶金是怎么来的吗？10年前你设计的那个爆款产品，他拿去申请了专利，专利发明人写的是他自己的名字。不可能，那是我。这是专利申请的原始文件，上面有你的签名，但是被批过的，他找人伪造了你的签字。那个专利后来卖了800万，你1分钱都没拿到。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因为我想活，我把公司的钱转走了。周世杰说要杀我，我需要你帮我作证，我不是挪用公款，那些钱本来就是他从我这里骗走的。你跟他之间的事儿，我管不着。
李薇，我错了，我不该抢你的位置，不该封杀你，但我真的没办法了。警察在找我，周世杰也在找我，只有你能帮我。林娇娇，你涉嫌挪用资金罪，请跟我们走一趟。救我！求你了，李薇，你见死不救，你会后悔的。我最后悔的事儿是当年帮你介绍进公司。你装什么好人？你以为你赢了吗？10年，你藏了10年，这个可以起诉，专利侵权加上伪造签名。但那都是10年前的事儿了，专利侵权送时效是3年。但从知道权利被因害之日起算，今天刚知道，来得及。告他！不急，他现在已经在破产清算，就算告赢了也拿不到钱。那你打算怎么办？留着，等时机到了，这张牌比钱贵。工厂出事了，老高说第2批货的面料赶不出来了，什么？染色那道工序卡住了。老高把布交给一家印染厂加急上色，结果对方突然变卦，说档期排不开，要往后压1周。可咱们7天就要交货，已经过去3天了。那家印染厂临时撂条子，说接了个大单，加急档期全占满了，咱们这批只能往后排。好端端的，怎么突然就没档期了？我打听了，有人甩了笔更大的单子，加了价，把人家的加急档期整个包圆了，专门把咱们往后挤。周世杰那边8九不离10，他破产了反倒更恨你，专挑你的软肋下手。3天太久了，有没有别的办法？这款面料是专门定制的，换别的手感不一样。那就用白基布，咱们另找印染厂染。另找？谁家肯接这种加急？而且染色至少要1周。我认识一个印染厂的老板，以前帮过他大忙，我去找他，加急2天能不能出？你要是能搞定印染，我这边连夜把批布支出来。就这么办。张姐，我求你个事儿，你欠我一个人情，还记得吗？你当年帮我打官司要回那笔烂账，我一直记着。这次你要染多少？5000件衣服的面料，大概12000米，不少啊。加急的话，工人要加班，成本翻倍。多少钱？正常6万，加急12万。行，不过我有个条件。你说。不过我有个条件。你说。你那个哺乳装，给我留100只，我要送给我厂里的女工。成交。今晚开始3班倒，2天之内把这批布给我染出来。这边再织，那边染完就直接送过来裁，边织边做，不浪费1分钟。来得及吗？我算了，5天5000件能出来。5天，苏童要7天，咱们还有2天缓冲。问题是打包和物流也要时间。打包我来找人。小唐，你发个朋友圈招兼职打包员，日结200。1天200，会不会太贵了？只要能按时交货，贵点也值。大家注意，这款衣服的吊牌要朝外，叠的时候要对齐领口。你是学生？对，大4，找工作中，看到朋友圈招兼职就来了。学什么专业？服装系。那你帮我看看这款衣服还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口袋太浅了，职场妈妈要放手机、钥匙、门禁卡，这个口袋只能放个唇膏。还有呢？袖口的扣子可以改成暗扣，单手就能解开。你叫什么名字？林小溪。小溪，这批货发完你来找我，我要跟你聊聊。李姐，苏童来了，说要提前看货。手感跟第1批不一样，但品质只争不掉。你摸一下这个里片，用的是莫代尔，比第1批更亲肤。确实，但你们换面料为什么不提前通知我？因为原来那家印染厂临时被人抢了档期，我们不得已换了方案。但换的结果是成本更高，品质更好，对你只有好处。你在赌我不会退货？你不会，因为你这周刚跟3个大渠道签了预售合同，货不到，你赔的比我多。李薇，你越来越像商人了，像吗？我还是那个被开除的老女人。这批货我收了，但下批货任何变动都要提前通知我，签在合同里。可以。跟我来一下。你说你学服装设计的，为什么不去大公司应聘？投了30多家，理由都一样，没有工作经验。你刚才给我提的那2个建议，就值3年工作经验。真的吗？我公司刚起步，给不了你大公司的薪水，但能给你一个平台。你愿不愿意来？做什么？第1款设计师就是你刚才改的那件衣服，署名会有你的名字。我愿意。但有一条，我公司不加班、不打卡、不搞办公室政治，唯一的要求就是做事。我不怕做事儿。李薇，你越来越像商人了，像吗？
我还是那个被开除的老女人。这批货我收了，但下批货任何变动都要提前通知我，签在合同里。可以。跟我来一下。你说你学服装设计的，为什么不去大公司应聘？投了30多家，理由都一样，没有工作经验。你刚才给我提的那2个建议，就值3年工作经验。真的吗？我公司刚起步，给不了你大公司的薪水，但能给你一个平台。你愿不愿意来？做什么？第一款设计师就是你刚才改的那件衣服，署名会有你的名字。今天打包发了4200件，还剩800件，明天上午就能发完。苏通那边已经付了尾款，加上预付款，咱们账上现在有320万。我有个建议，咱们该租个正经办公室了。李薇，你越来越像商人了，像吗？我还是那个被开除的老女人。这批货我收了，但下批货任何变动都要提前通知我，签在合同里。可以。跟我来一下。你说你学服装设计的，为什么不去大公司应聘？投了30多家，理由都一样，没有工作经验。你刚才给我提的那2个建议，就值3年工作经验。真的吗？我公司刚起步，给不了你大公司的薪水，但能给你一个平台。你愿不愿意来？做什么？第一款设计师就是你刚才改的那件衣服，署名会有你的名字。今天打包发了4200件，还剩……我也是这么想的。租哪里？我想租周世杰那栋楼的对面。你认真的？不是为了恶心他，是因为那里交通方便，配套设施好，而且控时率很高，租金便宜。那不还是为了恶心他吗？李薇，下周3的饭局提前到明天了。平台副总裁姓韩，是个40多岁的男人，他有个条件，他要你亲自跟他谈，不能带任何人。李总，你这直播间的转化率和复购是我今年见过最漂亮。董会长说你被周世杰封杀过。被封杀过，但我现在不靠谁施舍。我喜欢不卖惨的人。我做消费赛道投资，看人先看数据，再看骨头。你2样都够，我可以投你，但有个条件。您说？我要你公司5%的股份，我的钱，我手上的达人资源和操盘团队，帮你把盘子做大。老韩，这条件可不低。董会长，投资不是做慈善。我占了股，才会真金白银、真用资源去帮他，这是双赢。5%可以，但你要签对赌协议。什么对赌？3个月内靠你的资源和我的产品做到月销5万，做不到，你的股份失效，还要赔我50万。你一个刚起步的小公司，敢跟我对赌？韩总，你占我的股，就得跟我一起赌，不敢赌，说明你没信心。没信心，我凭什么把公司交给你推？成交，但我加一条，做到了我要加到8%。6%不能再多。7%。6.5%。你比你前老板难搞多了。行，6.5%。你刚才跟他谈判的时候，手抖了吗？抖了，但你声音没抖，这一点你就赢了。董会长，谢谢你。我能看到周世杰的办公室，他窗帘拉着，让我看看。别看了，干活。李姐，你的工位在里间。不用里间，我跟你们坐一起。从今天起，这里就是咱们的根据地。以前受的委屈，在这里全部翻篇。以后只有一件事儿，往前走，不回头。韩总那边的资源下周1到位，他找的达人帮咱们预热，信息流广告也铺开，第1场直播必须报。我已经准备了1周了，这次的脚本写了20版，给我看看。太长了，直播不是演讲，用户停留时间只有15秒，前15秒抓不住人，后面全白搭。那怎么办？不要脚本。小唐，你就做你自己。我自己？对，你就是一个被钱老板坑了的前台小妹，现在跟4个姐姐一起创业，你就讲你的真实故事。李姐，我能不能也上？我可以讲衣服的设计细节。行。你来负责产品讲解部分，小唐负责讲故事，2人配合。大家好，我是小唐。半年前我还是个前台，端茶倒水拿快递。现在我坐在自己的直播间卖自己做的衣服。800了，1200了，还在涨。
大家看这个口袋，我特意加深了，能装下手机、钥匙，还有一支口红。职场妈妈出门不用再背大包了。这个设计绝了！我要买链接。库存还有多少？1200件，正在迅速减少。补货，500件了，800，1000，1500，2000，2500件，库存要没了，必须控量。小唐，库存只有最后300件了，控一下。姐姐们，最后300了，手慢无。加库存，快加！疯了！谢谢大家，谢谢所有支持我们的姐妹。3200件，销售额54万，我活了45年，第一次觉得活着真好。这才刚开始。喂，李总您好，我是第一财经的记者，我们注意到您的创业故事，想约您做一个专访。周世杰先生刚刚主动联系我们，说要揭露您的真面目。李总，周先生说您当年在公司期间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还带走了公司的核心客户资源。他有什么证据？他提供了一份您签字的竞业协议，说您违反了协议内容。你签过吗？我从来没有签过任何竞业协议。他如果拿得出来，让他公开。李总，您确定？我确定。另外，记者先生，我建议您去查一下周世杰公司最近的新闻，偷税漏税、虚开发票、破产清算，一个自身难保的人，他说的话，您信吗？谢谢您的回复，我会核实的。他疯了，自己都要坐牢了，还想拉你下水。他不是想拉我下水，是想在进去之前恶心我一把。怎么办？明天开直播，正面回应。今天不开播卖货，就想跟大家聊几句。钱老板周世杰先生昨天找记者说我窃取公司机密，违反竞业协议。我想说的是，周先生，你说我违反竞业协议，请拿出我签字的原件；你说我窃取机密，请报警。钱老板太恶心了。另外，我想告诉大家一件事，周先生的公司目前正在破产清算，他本人因为偷税漏税被税务部门调查。一个自身难保的人，他的话有多少可信度，大家心里有数。他的话有多少可信度，大家心里有数。原来如此，2人一个，姐姐加油！我不会再回应他的任何言论，我的时间只用来做衣服和卖衣服。完美。记者刚发了文章，标题是钱老板指控窃密，创业者李薇正面回应。评论怎么样？一边倒支持李薇。还有网友扒出周世杰以前的劳动仲裁记录，他一共被12个前员工告过，全是违法辞退。12个？对，但他全用钱摆平了，让对方签了保密协议。我这儿还有他当年违法辞退员工的内部审批单，上面有他的亲笔签字。给我整理一下，发给记者。李薇女士，我是经侦大队的，关于周世杰涉嫌职务侵占一案，我们需要您协助调查。你跟钱公司有经济纠纷吗？有，他欠我10年间的项目奖金，大概80万左右，一直没有兑现。有证据吗？这里面是我当年所有的项目记录、奖金分配方案，还有他签字确认的绩效考虑账。我离职的时候，这些东西都带走了。你为什么会带走这些？直觉，我总觉得有一天会用上。周世杰还涉嫌伪造你的签名，申请了一项专利，你知道吗？知道，林娇娇被抓之前给了我一份专利文件。那份文件是重要证据，我们需要你配合提供。可以，但我有条件，我要作为受害人追究他的法律责任。这个自然。怎么样？经侦大队要立案了。周世杰不仅偷税，还涉嫌职务侵占、伪造文书，判几年？数罪并罚的话，5年以上。活该！他那公司什么时候拍卖？破产清算已经走到资产处置阶段了，大概1个月后公开拍卖。我想买下来。买那个烂摊子？你疯了！不是买他的公司，是买那栋楼的办公层，那是咱们行业的地标，谁占了那里，谁就是行业老大。那得多少钱？我问过了，起拍价800万。咱们账上只有300多万，差所以要找钱。800万，你打算怎么凑？我找了3个人，苏童那边可以借200万，韩总可以投100万，您这边我出100万，不用还，算是追加投资。但我有一个条件，您说，拍卖那天我跟你一起去，为什么？当年把我踢出公司的那个人，破产的时候他的办公室也是被拍卖的，我去看了，但没敢举牌。这次我想试试举牌的滋味。李姐，快回来！赵小塔出事儿了！赵小塔出事儿了！
他在商场被林娇娇的家人堵住了，说他害林娇娇坐牢，要打他。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你是谁？我就是你女儿口中那个老女人。你女儿抢了我的职位，封杀我，找水军黑我，最后挪用公款跑路。她坐牢，每一件事都是她自己干的，跟别人没关系。你再说一遍。我说，你妹妹是罪有应得。你要是再动她一下，我连你一起告。都别动，跟我回派出所。李姐，我是不是给你惹麻烦了？你什么也没做错，被欺负了不该忍，该报警就报警。我刚才真的好怕。怕就对了，怕才知道要变强。你回去好好休息，明天还要直播。李姐，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因为你是我的兵，谁动我的兵，我跟他没完。李姐，我收到一封邮件，里面有咱们公司的财务报表，还有一张纸条，写着不想死就离开李薇，我该怎么办？ IP 地址是国外的虚拟服务器，查不到来源，肯定是周世杰，只有他有咱们的财务报表。他为什么针对小西？因为小西是咱们的设计师，打掉小西，咱们的产品就断了。李姐，我有点怕。怕就对了。但我问你，你想走吗？不想，这是我第一份真正做设计的工作。那就留下来。从今天起，你的电脑设密码，设计稿不要存云端，全部用移动硬盘备份。我办公室的保险柜给你用。谢谢李姐。我查到了，周世杰在进去之前，把他名下最后一笔钱转给了他表弟，大概50万。他想用这50万干嘛？可能是用来请人搞咱们，找人写黑稿、买水军、威胁小西，这些都要花钱。50万，够他花一阵子了。要不要报警？没有确凿证据，报警没用。但我们可以给他一个教训。什么意思？你以我的名义给他表弟发一封律师函，就说掌握了威胁恐吓的证据，要求他立即停止。他不怕，但他表弟怕。敲山震虎。对，让他知道我们不是好惹的。哥，李薇给我发律师函了，他说他手上有证据，要我停止骚扰，不然就告我。他吓你的，他哪有证据？可他连我转了多少钱都知道。哥，我不想坐牢，你别再找我了。拍卖时间定了，下个月15号，起拍价800万。目前有意向的有3家公司，哪3家？一家是孙姐的公司，一家是周世杰的表弟找人代持，还有一家是个空壳公司，查不到背后是谁。孙姐是明面上的，她一直看我不顺眼。周世杰表弟代持的那家是要帮他保住招牌，那个空壳公司谁？查了2天，只知道注册地是海外，实际控制人是个女人。那就是想让别人知道有这么一个神秘买家，抬高价格。你怀疑是谁？不确定，但不管是哪个，800万肯定不够了。所以你要加钱？对，200万不够，我要500万。你知道500万是什么概念吗？那是我半年的采购预算。我知道，但我拿下那栋楼之后，你作为独家代理商，身价也会翻倍。你确定能拿下？不确定，但如果你不借，我肯定拿不下。我最多再追加200万，总共400万，不能再多了。成交，但我要你以平台方的名义给我出一份担保函，我去银行申请贷款。你要贷多少？500万。你胆子真大，不是我胆子大，是我没有退路。李总，您的公司成立还不到2个月，虽然有订单和流水，但银行对初创企业的贷款审核非常严格。我有密亚母星的担保函，还有董兰会长的个人担保。董兰，我知道他的担保很有分量，但我还需要一样东西。什么？您个人的信用报告。您之前有没有逾期记录？没有，房贷、信用卡全部按时还。帮我查一下这位客户的个人信用记录。好，我这边没问题了。贷款500万，审批大概需要1周。1周太久了，拍卖是下个月15号，今天已经5号了，我需要钱在14号之前到账。我帮您走加急流程，但最快也要5天。5天也行，谢谢您。李薇，我查到了那个神秘买家是谁了，是孙姐找来的，背后是一家海外资本，专门收购破产资产倒卖。孙姐哪来那么多钱？她老公是做房地产的，不差钱。所以她是铁了心要跟我抢，不只是抢，她放话了，不管你出多少，她都比你多100万。你还敢打给我？我要你帮我做一件事，事成之后我帮你找律师。你找我什么事儿？拍卖的事儿你知道吧？知道。
周世杰那栋楼我待过，孙姐找了海外资本来跟我抢，我想知道孙姐跟周世杰到底什么关系。你猜不到，猜不到。孙姐的老公是周世杰的大学同学，当年周世杰的第一笔启动资金就是孙姐老公借的。后来孙姐老公出事了，周世杰没还钱，他一直帮孙姐做生意。所以孙姐是在报恩？报恩？不，她是在抢。那栋楼的地皮最近被划入新的商业规划区，地价翻了至少3倍。谁拿下那栋楼，转手就能赚2000万。地价翻了3倍，我怎么不知道？因为那份新规划草案早就挂网公示征求意见了，几百页，没人细看。孙姐老公做了一辈子地产，嗅觉灵，一眼就看出这片地要升值。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我不想欠你的，你帮我找律师，我帮你赢这场仗。两清。商业规划区地价翻3倍，孙姐真正要的是地皮。地价翻3倍，那起拍价就不是800万了，实际价值至少2400万。所以孙姐才敢说不设上限，她不是要那栋楼做生意，是要地皮。那咱们还怎么抢？银行只批了500万贷款，加上苏通的400万，董会长的100万，总共才1000万。所以不能跟孙姐硬拼。那怎么办？这消息既然白纸黑字写在公开草案里，那就让它变成所有人都看得懂的名牌。我要赶在拍卖前把这片地要升值的事儿捅给所有人。你想干嘛？我找个财经记者，把这片地的升值逻辑做成一篇市场分析，公开发出去。地价要涨的事儿一旦人尽皆知，来竞拍的就不止孙姐了，大资本会进场，他的海外资本再有钱，也拼不过那些巨头。可咱们也拼不过啊！咱们不用拼。我的目的不是拿下那栋楼，是让孙姐也拿不下。李总，你又找我，给你一个独家。新一轮商业规划草案里有片地要升级成核心商圈，你注意到没？那片地我有印象，草案是挂着，可没人当回事儿。草案是公开的，逻辑却没人讲透。我整理了一份市场分析，你可以做个独家解说。数据靠谱吗？公开的规划草案、周边地价走势、第三方评估全在这儿，每个数都查得到。你为什么要给我？因为公平。这本来就是公开信息，不该被各个人捂着当独家牌打，让所有人都看明白，竞拍才公平。李总，我刚收到消息，周世杰在看守所里突发心脏病，送医院抢救了。他要是死了，你的专利侵权案就没法追了。你是他什么人？前员工，他欠我一个说法。他现在不能接受任何探视，等醒了再说。他怎么样？医生说暂时脱离危险，但还要观察。他要是真死了，你那个专利案怎么办？他不会死，他这种人舍不得死。文章爆了，本地好几个大开发商都来打听这次拍卖。规划部门也回应了，说草案属实，公示照常推进，地价利好，这下人尽皆知。可是这样，所有人都会知道地价要涨，来竞拍的人会更多，咱们更没希望了。我说了，我的目的不是拿下那栋楼，那是什么？是让孙姐也拿不下。同时，我要让所有人知道，我李薇不是好欺负的。那个贱人，他把我的计划全毁了！我跟你说过，不要惹他，你偏不听。他一个卖衣服的，凭什么跟我斗？就凭他敢把这片地的名牌摊到台面上，你想偷偷吃独食，他偏让全市的资本都来抢，这一手比你狠。那现在怎么办？拍卖照常进行，但价格会被抬得很高，咱们可能拿不到了。拿不到也要让他拿不到！我出价比他高1块钱，恶心死他！你出价再高，也不是你自己的钱，别忘了，你那海外资本是有利息。孙总，刚刚收到一个意向登记，董兰以个人名义参拍，保证金500万已经到账。董兰，他凭什么？董会长，你以个人名义参拍了，为什么？因为你买不起，因为你买不起，所以我帮你买。什么意思？我拍下来，然后床租给你，租金你付得起就行。你为什么要帮我？那栋楼20年前是我创立的公司所在地，后来我被合伙人踢出去，那栋楼也被卖了。我一直想把它买回来，但没找到机会。
所以你不是帮我，是帮你自己。帮你也是帮我自己，咱们各取所需。你资金够吗？我有3000万的授信额度，够不够？董会长，如果拍下来了，那栋楼的招牌能不能挂我的公司名字？可以，但楼顶要留一个位置，挂女企业家协会的牌子。成交。紧张死了，像高考前一天。我当年结婚都没这么紧张。董会长那边确认了，他亲自去举牌，咱们几个在观众席看着就行。不，我也要举。你有参拍资格，我用公司的名义注册了，保证金500万，从咱们账上出的。你疯了？那是咱们所有的钱。不是疯了，是留一手。如果董会长那边出问题，我顶上。什么问题？比如孙姐使坏，比如董会长的授信临时被撤，商场如战场，什么都有可能发生。你什么时候注册的？今天下午。没跟你们商量，是因为商量了你们一定会反对。你这个人啊，赌不赌？赌。探视时间快到了，您长话短说。明天那场拍卖让林江江替我去举牌，他取保在外，方便，不管多少钱，把楼拍下来。哥，林娇娇哪有那么多钱？我海外账户还留着一笔。明早9点前转到他名下2000万，你去跟他说，这合适吗？你现在这身份，那栋楼是我最后的东西，照我说的做。标示5，原红叶大厦写租楼层，起拍价800万，每次加价不低于10万，现在开始竞拍。810万，900万，1000万，1010万。1200万，1500万，1510万，1800万，2000万，2000万第一次，2000万第二次。这位女士出价2010万，2500万。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在看守所？取保候审，周世杰的海外账户转了2000万到我名下，让我替他拍下这栋楼。取保候审期间还能参加拍卖，你胆子不小。我没犯法，这笔钱是周世杰欠我的。他说拍下楼之后楼归我。你凭什么？你一个犯人！李薇，我不想替周世杰拍了，但这栋楼我想要。你凭什么？凭我手上还有一份周世杰当年转移资产的完整记录。如果你帮我拍下这栋楼，我把记录给你。你可以让他多判5年。你坐回去，这栋楼我拍，3000万。3000万第一次，3000万第二次，3000万第三次，成交！恭喜这位女士以3000万的价格拍得标示物。你有3000万？没有，但我知道林娇娇也没有，她是在诈我。万一她真有呢？她如果有，就不会坐下了。你赢了，记录我会让人送到你办公室。为什么帮我？因为我突然想明白了，周世杰把我当枪使了3年，我不想再当他手里的枪。李姐，3000万，咱们账上只有500万保证金，剩下的2500万怎么办？李总，按照规则，您需要在7天内付清余款2500万，否则保证金不予退还。7天？不可能！我先垫1000万，剩下的你想办法。董会长，别谢，利息照算，年化10%。10%？高利贷啊！我是商人，不是慈善家。行，剩下的1500万我来想办法。咱们的现金流只有300万，就算加上董会长的1000万，也才1300万，还差1200万。要不找苏童？他已经投了400万，不可能再投了。韩总呢？他占了股，也该出力了吧？韩总，我需要1200万。你疯了？我哪有那么多现金？你投我的时候说过，看好就追加，现在就是时候。要么你借我，要么我引新的投资人进来，把你的股份稀释了。你威胁我？不是威胁，是商量。你把钱借给我，我把你的股份从6.5提到10%。12%。11%，不能再多了。我最多能凑800万。800万也行，剩下的400万我再想办法。还差400万。
你要借400万？对，半年还清，利息15%。李总，你知道我为什么愿意跟你合作吗？因为现款现货。不是，因为你敢拼。我年轻的时候也跟你一样，把房子卖了创业，后来失败了，老婆跑了，我又从头再来。高哥，这400万我借，不要利息，但我要你公司5%的股份。5%，高哥，你这是趁火打劫。你想想，我借给你400万，不要利息，还给你供货，我要你5%的股份，多吗？3%。4%。3.5%，不能再多了。成交。李总，我是周世杰的律师，周先生想跟您见一面。他说他有一样东西可以帮您还清所有债务。什么东西？您母亲的墓地。周先生说，当年是他买下的那块地，如果您不见他，他就把墓地转让给别人。你来了。我母亲的墓地怎么回事？当年你母亲去世，那块地是我通过中间人转手的，产权证上写的不是你们家的名字。你想怎么样？撤销对我的所有指控，专利侵权、伪造签名、职务侵占全部撤诉。我出来后，把墓地还给你。你觉得可能吗？你妈的骨灰还在那里。如果我不点头，2年后租期到期，墓地就会被清理。周世杰，你连死人都不放过。死人不会害我，活人会。我要回去想想。3天之内给我答复，不然我就让律师把墓地转让给别人。不能答应，他这是敲诈。那是我妈，但你撤诉，他出来之后还会搞你。这个人没有底线的。他出来至少要5年以后，5年够我做很多事儿。你认真的？我在想，有没有办法不撤诉也能拿回墓地？如果那块地的产权转让本身就有问题，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确权，但需要时间，至少半年。半年，他等不了。那就找董兰，他认识的人多，看能不能从侧面给周世杰施压。周世杰这个人我听说过，他是那种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人，所以我需要您帮忙。我认识那块地的开发商，当年那块地的批文有问题，开发商欠了政府一笔钱，一直没结清。如果我把这件事捅出去，整块都要重新拍卖。那我妈的墓重新拍卖后，你可以光明正大买下来，而且比现在的价格低。需要多久？1个月。周世杰只给我3天，那就拖他3天。3天后你告诉他你要走法律程序，他手里那张牌就废了。李女士，您父亲醒了，但情绪很不稳定，一直在喊您的名字，您快来。小薇，爸，我梦见你妈了，她说她冷，是不是你妈的墓地出事儿了？爸，我会处理好的。我跟你妈年轻的时候也被人坑过，但我们没怕过，你也不许怕。我不怕。房子卖了吧？卖了。值了。你妈要是知道你这么有出息，会高兴的。想好了？想好了，我不撤诉。你妈的墓地不要了。那块地的批文有问题，我已经找了律师，准备申请重新拍卖，到时候我会光明正大买下来。你怎么知道批文的事儿？你不知道的事儿多了。周世杰，你在里面好好待着，外面的事儿不用你操心。李卫，你会后悔的。怎么样？谈崩了。那墓地怎么办？董会长已经在安排重新拍卖的事儿了。1个月后，我把我妈接回来。好了，别想那些了，咱们还有大事要办。大楼的钱明天是最后一天了。账上的钱都齐了吗？董会长1000万，韩总800万，老高400万，全部到账，加上咱们账上的300万现金，刚好凑齐2500万余款，1分不剩。那栋楼从明天起就是咱们的了。我要在楼顶挂一个超大 logo， 我要把整层楼都设计成女性友好空间，有哺乳室、儿童游乐区、女性健身房。停，先把钱付了再说。李薇，你快看新闻，周世杰的表弟在媒体上爆料，说你和林娇娇串通，故意抬高拍卖价格，涉嫌串通投标。现在网上全在骂你。资本家的嘴脸，装什么女性创业？跟小三合作也不是什么。怎么会这样？明明是林娇娇自己要拍的。
消息是谁放出去的？周世杰表弟，他现在是周世杰在外面的唯一代理人。这种人还买女性独立人设，查他肯定有问题。他是想把水搅浑，让银行和投资人不敢跟咱们合作。李总，网上的事你看到了吧？看到了。我投的那800万是看在董会长的面子上。但如果你的信誉出了问题，我要撤资。合同签了，钱到账了，你说撤就撤。合同里有信誉保证条款，如果因为你的个人原因导致公司声誉受损，我有权撤资。怎么办？找林娇娇，让她出面澄清。你找我替你澄清，我凭什么？因为这件事也连累了你。网上说咱俩串通，你觉得对你有什么好处？我都已经身败名裂了，名声好坏无所谓。但你家人呢？你妈在商场闹事的视频还在网上挂着，你哥的工作也丢了。如果你出面澄清，我可以帮你写一份谅解书，帮你争取从轻处理。你要我说什么？实话，说你那天是受周世杰指使，我跟你没有任何串通。行，但我有条件。这事儿了了之后，你要帮我找一份工作。你犯了法还想找工作？这案子真要判下来，我就什么都没有了。你不帮我，我就死。等你案子结了再说。大家好，我是小唐，今天不卖货，就说一件事。李薇和我没有任何串通，他拍下那栋楼之前根本不知道我会出现。以上是我自愿陈述，句句属实。反转了，果然是周世杰搞的鬼，姐姐们太刚了。这段录音我们已经提交给拍卖行和监管部门，同时我们会起诉周世杰表弟诽谤。我还要宣布一件事，那栋楼我们拍下来了，从下个月开始，整层楼会改造成女性创业孵化剂，免费提供给被职场歧视的女性创业者使用。李姐，周世杰表弟在派出所门口自首了，他说造谣是周世杰逼他干的，把周世杰指使他的全部经过都交代了。周世杰的罪要再加一条了。周世杰涉指使他人诽谤、伪造证据，将与偷税、职务侵略数罪并罚。诽谤伪证，再加上偷税、职务侵欠，数罪并罚，这回跑不掉重判了。判下来关进去，他出来啥也不是了。还有一件事儿，专利侵权案，法院已经受理了。如果他败诉，还要赔钱。我不想再想他了，从今天起，这个人跟我没关系。明天去新办公室。这边放沙发，那边放书架，我要一个超大的咖啡机。李姐，哺乳室我设计了8个独立隔间，每个都有洗手池和消斗固。够了。对了，楼顶的招牌我定了，什么字儿？他时代。从这里能看到以前的公司。李姐，你看那边，孙姐把对面租下来了，她买不到这栋楼就把对面租了，故意恶心咱们。他租他的，咱们干咱们的。你对面是孙姐，她可是个难缠的主。她老公当年坑过我，我跟她打过交道。这个人喜欢在背后使绊子。我知道，他把周世杰以前的老客户全部抢走了，就是为了截咱们的流。那你打算怎么办？不怎么办？他的客户是他的，我的客户是我的，市场够大，吃不完。说得好，敬你。李姐，不好了，林小姐刚收到一封律师函，孙姐起诉咱们侵犯她公司的商标权，说她时代跟她的时代女性品牌太像，要求咱们改名。孙姐的律师函说，她时代和时代女性都有时代2字，容易造成消费者混淆。这也能算？那所有带时代的都不能用了？她不是真的想告赢，是想拖。官司打半年，咱们的品牌推广就废了。那怎么办？改名？不改。听说孙姐给你发律师函了，这招够阴。董会长，你认识的知识产权律师多，帮我找一个最好的。我认识一个打过类似的案子，从来没输过，但他收费贵，5万起。约他，明天下午见面。我看过你们的商标注册证，他时代是第25类服装商标，时代女性是第35类广告销售，类别不同，不存在混淆可能。那为什么他能起诉？因为他有钱，起诉门槛低，交几千块诉状费就能恶心你。但我会申请法院驳回，同时反诉他恶意诉讼。反诉能赔多少钱？恶意诉讼的赔偿一般在10万到50万之间，不多，但能让他丢脸。够了，我不要钱，我就要他丢脸。行，另外，我建议你们申请驰名商标认定，
一旦认定成功，他再碰瓷就属于严重侵权。实名商标，我们才成立几个月，你们有爆款产品，有高知名度，有媒体报道，有社会影响力，条件够了。我准备材料。孙总，对方请了张恒律师，这个人很厉害。怕什么？他一个小公司能翻出什么浪？可是张恒刚发了一份声明，说咱们的商标注册本身就有问题。时代女性这个商标是咱们前年从别人手上买来的，那个转让手续可能不合法。什么手续不合法？我花了200万买的。转让方当时已经被吊销营业照了，没有签字权。这个商标可能从一开始就是无效的。那个中介是谁介绍的？是周世杰。我们是市场监管局的，有人举报你公司涉嫌虚假宣传和商标侵权，请配合调查。孙女士，有人举报你公司销售的时代女性品牌服装涉嫌侵犯他时代注册商标专用权。开什么玩笑？我的商标注册比他早。但我们的核查显示，你的商标转让手续存在瑕疵，转让方当时已无合法主体资格，该转让可能无效。那是我花200万买的。无效的转让不受法律保护，请你配合调查，暂停使用该商标。孙总，对面楼的李薇，又是他。市场监管局已经立案了，孙姐的时代女性商标被暂停使用，她所有带这个 logo 的产品都不能卖了。那她库存怎么办？几百万的货全砸手里了。她活该，当初用周世杰的假商标来碰瓷我，现在自食其果。李姐，孙姐刚发了一条朋友圈，说有人要为此付出代价。让她发，嘴长在她身上。李姐，前公司周世杰那个公司破产清算嘴刚发了公告，公开招募接盘方。什么意思啊？就是把剩下的资产打包卖，包括品牌、库存、渠道，还有客户名单。这是好东西。周世杰虽然倒了，但他的渠道还在，很多商场跟他有长期合约。多少钱？起拍价200万。买。李总，你曾是这家公司的前员工，现在是竞争对手。按照规则，你有权参与竞购。还有别的竞卡方吗？有3家，一家是孙姐的公司，一家是周世杰表弟代持的，还有一家是一家新注册的公司，法人代表叫林娇娇。取保候审的林娇娇，她也来抢这块肉了。法人是她本人，保证金也到账了。她哪来的钱？这我就不知道了。上车聊聊。李薇，关于周世杰的客户名单，我知道一些你不知道的事儿。周世杰的客户名单有一半是假的。什么意思？他为了撑门面，伪造了100多个大客户的合作关系，实际上那些客户根本不存在。如果你按那个名单去谈，会闹笑话。你怎么知道？因为假名单是我帮他做的，他答应给我50万，后来只给了10万。你现在告诉我这些想干什么？我帮你拿下这批资产，条件是你收购之后给我一个职位。你犯了法，还想进我公司？我不是要以员工身份进去，我是要以你的合伙人身份。我有渠道资源，周世杰以前跟不上的那些客户，我能帮你谈下来。我凭什么信你？这里面是周世勤所有真实客户的联系方式，以及他们每个人的痛点。你花200万买一堆假名单，不如免费拿我的真名单。你考虑一下，但时间不多了，明天下午3点竞拍截止。不能信他，他骗过咱们多少次了？但他手里的名单是真的可能性很大。我查过了，周世杰公开的客户名单里确实有100多家公司的工商信息是注销或异常的，所以林娇娇没说谎。但跟他合作风险太大，他是取保候审的人，随时可能再进去。我不跟他合伙，我只买他的名单。名单我买，多少钱？50万、 10万、40万、 15万，不行就算了。20万，成交。20万买个名单，值吗？值。因为那里面不仅有客户，还有周世杰当年怎么坑他们的记录。有了这些，我就能让那些客户心甘情愿跟我合作。现在开始竞购，起拍价200万，每次加价不低于10万。210万，210万，220万，250万，260万，280万，300万，350万，350万，第1次、第2次、第3次成交，恭喜李薇女士。我那口300是顺手再抬你一道，报你只买名单不带我入伙的账。不过孙姐到280就到顶了，这栋楼早晚是你的。抬到350万，你知不知道我多花了150万？多花150万，但你把孙姐彻底踢出局了，她以后再也没有机会碰周世杰的任何资产，这笔账你自己算。李总，
请您在7日内付清原款。李总，银保监会接到举报，说您用虚假合同骗取贷款，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所有跟您相关的贷款账户都要冻结。我有蜜芽母婴的担保函，董会长的个人担保，还有拍卖成交认定书，这些全是真实的。我们相信您是清白的，但规则就是规则，调查需要15个工作日。15天，我7天内就要付清350万。那您只能另想办法了。账上只有200多万，不够。找董会长。我听到了，我那部分资金也被银行冻结了，因为我是你的担保人，连累您了。不是你的错，孙姐这是在报复。我认识银保监会的朋友，我帮你催，争取3天内出结果。3天也来不及。那就找苏童，他不是银行的钱，不受影响。又是孙姐，她真是不死心。我需要150万，7天之内还你。你拿什么还？我拍下的那批资产，周世杰的渠道和库存，价值至少500万，我抵押给你。我不要抵押，我要那批资产的优先购买权。如果你以后要卖，我第一个买。成交。孙姐那边，你打算怎么解决？她举报我骗贷，我也举报她。举报什么？她公司长期使用无效商标，涉嫌欺诈消费者。我已经让陈芳整理材料了。你动作够快。我从不打没准备的仗。李总，这是所有资产的交接清单，请您核对，包括品牌商标、库存商品、办公设备、渠道合同以及员工档案。这个办公室，我以前天天来汇报工作，每次都被周世杰骂。我以前就在前台，连坐的椅子都没有，站一天。我在楼下办公，每次上来开会都紧张。从今天起，这间办公室拆了，改成员工休息区。我不想让任何人再坐在这里感受那种压抑。李总，听说您把公司买下来了，我们能不能回来上班？能，但有一条，以前的规矩全改了，没有加班文化，没有性别歧视，没有老板一言堂。那工资呢？比行业平均水平高20%。另外，所有女性员工产假期间工资照饭，岗位保留。李总，我以前是跟着您的，您还记得我吗？记得，你是市场部的小刘。当年我走的时候，你偷偷帮我搬东西。理解。明天来报道，市场部主管的位置给你留着。我来拿我的20万，陈芳会把钱转给你，名单呢？全部在里面。另外，我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对不起什么？当年抢你的位置，不是因为我多想要那份工作，是因为周世杰说，如果我不去，他就把我之前挪用餐款的事报警。所以你也是被他威胁的。我以为傍上他就安全了，结果他是最大的坑。你以后打算怎么办？不知道，也许换个城市重新开始。这是我一个朋友的工厂，在郊区，他那边招车间主管，包吃住，你愿意的话可以去试试。你为什么要帮我？因为你也付出了代价。另外，你那个20万我不给了，你那个20万我不给了。什么？用这张名片抵，工资从5000开始，干得好再加。谢谢。还有一件事儿，周世杰在进去之前把他名下最后一个项目转给了孙姐，那个项目是你母亲所在的那片区域的整体开发权。怎么了？孙姐拿到了那整片墓地的开发权，她要把那里改造成商业综合体，所有墓地都要迁走。那阿姨的墓要么迁，要么被铲平。你跟她谈谈，谈。她现在恨不得我死，那就走法律程序。那块地之前不是说要重新拍卖吗？董会长查过了。周世杰在进去之前，用海外壳公司把开发权转让给了孙姐，转让手续合法，没法推翻。你要去找孙姐，不是找她，是找她老公，她老公才是真正做主的人。李总，稀客。赵总，我想跟你谈谈墓地的事儿。那块地我已经签了合同，下个月动工，我可以帮的墓，费用我签。我不想签，那是我妈最后待的地方。那你想怎么样？你放弃那块地的开发权，我出双倍价格买下来。你知道那块地值多少钱吗？评估价8双倍，1亿6千万，你拿得出来？拿不出来，但我可以分期。分期？你以为我是开银行的？你公司欠银行2个亿，下个月到期，这事儿不是秘密。法院的被执行信息、抵押登记，
公开渠道都查得到。你现在缺的是现金，而不是一块暂时开发不了的地。你连这个都查到了？工商裁判文书、抵押登记全是公开的。赵总，你抵押了多少，欠了多少，明眼人一看就清楚。你想要什么？那块地我出4000万，一次性付清，你拿4000万去还银行，剩下的窟窿你自己填。4000万？你打发叫花子？赵总，你现在是欠债2个亿的人，有人出4000万买你一块暂时不能开发的地，你该谢我。成交。但我要你签一份保密协议，不能让我老婆知道是我卖的。可以。李姐，你快来公司。孙姐带着一群人堵在门口，说要找你算账，她手里还提着一桶油漆。李姐，你快点，他们真的要闹起来了。那块地是你老公自愿卖给我的，合同签了，钱也付了。你有什么不满，找你老公去。冷静一点。你别逼我！拖完了，赔钱、行政拘留，一样都跑不掉。你儿子今年刚考上大学，你想让他有个进局子的妈？你老公欠银行2个亿，他卖地还债，跟我无关。你与其在这里闹，不如回去问问你老公，他到底瞒了你多少事。他骗我，他说那块地是我们养老的。扶孙总坐下，倒杯水。报警吧，如实说，有人来公司闹事儿，扰乱秩序就行。是。你刚才不怕吗？怕，但不能让他看出来。他会不会再来？不会了，她老公卖地的事儿她没有参与，告也告不赢，她只是咽不下这口气。那块地你打算怎么办？不开发，保持原样，把我妈的墓修好，再捐一部分给政府做绿地公园。那可是1亿6千万的买卖，你4000万买下来，转手就能赚一大笔。有些钱能赚，有些钱不能。我妈活着的时候最喜欢种花，把那里改成公园，算是我给她的礼物。李姐，你跟以前不一样。哪里不一样？以前你只想赢，现在你知道什么该赢，什么不该赢。老伴儿，闺女出息了，把这块地买下来了，以后你不会被赶走了。妈，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以后不会了。你妈在笑呢。李姐，快回来！周世杰在看守所里突发脑溢血，送医院抢救了，医生说可能挺不过今晚。他之前有过基础疾病，加上长期精神压力，这次情况很严重。家属正在从老家赶过来。我想进去看看他。不行 ，ICU 有规定，只有家属可以进去。我是他前员工，也是他专利侵权案的原告，他欠我一个说法。5分钟。周世杰，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应该说活该。但我妈教过我，落井下石的事儿不能做。但我不想让你死不瞑目，所以我来跟你说一声，我原谅你了。不是因为你值得原谅，是因为我不想带着恨活着。李薇，对不起，那3个字儿欠了你10年，替我照顾我女儿。我爸呢？我爸呢？你是周世杰的女儿，我是你爸以前的同事，他在里面，医生在救他。妈妈不要我了，我只有爸爸了。阿姨，爸爸说如果他有事就让我找你，他说你是唯一不会骗他的人。他真死了。我恨了他那么多年，他死了，我居然有点难过。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说对不起了，说了，但晚了。他女儿怎么办？他前妻在国外已经联系上了，他说会来接孩子，但要2周以后。这2周我来照顾。李姐，你连自己都顾不上，还照顾别人家孩子。她是周世杰的女儿，但她也是个孩子，孩子没有错。饿了吗？阿姨给你煮碗面。我不饿。阿姨，我爸走之前让我来找你，他说你是他最佩服的人，也是最对不起的人。他不让我告诉妈妈，可他总偷偷看你的新闻。你上电视那天，他笑了好久。我去给你煮面，番茄鸡蛋的，你爸以前也爱吃。好。周世杰，你的女儿我会照顾，你欠我的我不追究了，但你欠她的，
你下辈子还吧。爸，你走吧，我会好好长大的。李姐，你确定要养他？不是养，是帮他找到他妈妈之前，给他一个地方待着。你跟他非亲非故，当年我被全行业封杀的时候，也是非亲非继的人帮了我。阿姨，爸爸让我把这个给你，他说等他死了再看。下面有请他时代创始人、董事长李薇女士致辞。1年前，我抱着纸箱从对面那栋楼走出来，那时候我以为我的人生完了。今天，我站在这栋楼里，想告诉大家，人生永远不会完，只要你还有一口气，就还有翻盘的机会。我要宣布3件事：第一，他时代正式收购原红叶大厦全部资产，从今天起，这栋楼就叫他时代大厦。第二，女性创业孵化器免费提供给被职场歧视的女性创业者使用，首批10个名额，今天开始报名。第三，我们设立反职场歧视公益基金，首期资金200万，所有被恶意辞退的女性员工都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和临时生活补助。恭喜你，你做到了我没做到的事儿，没有您，我做不到。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把他时代做成全国最大的职场女装品牌。口径不小。你占了我11%的股份，最好盼着我做到。李总，面料的事你放心，我这边全力配合。阿姨，我妈妈明天就来接我了。你准备好了吗？我想跟妈妈好好过。不管你在哪里，有需要就给我打电话。谢谢你，阿姨。 1年前，我抱着纸箱从对面那栋楼底下走出来，以为到了谷底，现在才知道，谷底是反弹的开始。敬我们自己，敬我们自己。您好，李总您好，我是市政府的，我们注意到您的女性创业孵化器项目，想邀请您参加下个月的城市杰出女性评选。另外，孙姐因涉嫌恶意举报和扰乱公共治理被行政拘留了。我知道了，谢谢。 获得本年度城市杰出女性称号的是他时代集团董事长李薇。李薇女士在1年内从零开始打造出一个估值过亿的女性品牌，还设立了反职场歧视基金和女性创业孵化器。她的故事是这个城市最励志的创业传奇。谢谢市长，谢谢大家。 这个奖不是给我一个人的，是给我身后所有不服输的女性的。我想对所有的职场女性说一句话：不管你现在多难，都不要认命，因为你不认命，命运就会认你。欢迎你们来到他时代女性创业孵化器，在这里，你们会得到免费的办公空间、法律援助、商业指导以及第一批订单。 李总，我被前公司以哺乳期影响工作为由开除，劳动仲裁输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是律师，你的案子我接了，免费。我没有启动资金。我是女企业家协会会长，只要你项目够好，我可以帮你对接投资人。我连商业计划书都不会写。没事儿，我当年也不会，慢慢学。记住，你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阿姨，我妈妈改签了机票，明天就来。你准备好了吗？我想跟妈妈说说爸爸的事儿。他走的时候很恨爸爸，但爸爸临终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对不起他。你想当和事佬？不是和事佬，我就是想让妈妈知道爸爸最后后悔了。你比你爸懂事多了。阿姨，我能叫你姐姐吗？叫阿姨把你叫老。行，姐姐，我以后想跟你一样，帮很多人。 不用跟我一样，做你自己就好。李姐，快政府刚发布公告，咱们的女性创业复活期被列为市级重点项目，每年拨款500万。还有，孙姐的老公因为行贿被立案调查，孙氏地产要破产了。今天不讲成功学，讲失败。1年前我被开除的时候，银行卡里只剩3000块，房贷断供，我爸躺在 ICU， 我抱着纸箱站在马路边哭了一场，然后擦干眼泪继续投简历。 李总，我也被开除了，理由是未婚未育，不稳定。我投了2个月简历，全被拒。你叫什么？苏晓，
苏晓，你以前做什么的？产品经理。我设计的那款 App 上线3个月，用户破100万，但新来的总监说女人做产品没有逻辑，把我开了。你有证据吗？有，给我帮你打官司。谢谢。你的简历我看过了，你有5年产品经验，做过3款爆款。你想自己创业还是找工作？我想创业，但没钱。孵化器给你启动资金20万，占股10%，你做不做？20万够吗？不够，但你做出来的产品，我帮你对接渠道。我手上有全国300多家商场的合作资源。真的？真的，但我有条件，你的公司必须承诺女性员工占比不低于60%，管理层女性不低于50%。我本来就是这么想的。那就干。请问李薇女士在吗？我就是。您的快递请签收。他说欠你一句对不起，我替他把信交给你，祝你幸福，方敏。谁寄的？小雨的妈妈。你要留着吗？留着，好好收着。李姐，我收到一封威胁邮件，说如果我不撤诉，就要让我在这个行业混不下去。发件人的 IP 地址显示是孙姐公司。又是孙姐，她在拘留所里还能发邮件？拘留所不能带手机，这说明有人在外面替她做事。她老公不是被立案了吗？谁还会帮她？我听说孙姐有个弟弟在外面开保安公司。查一下这个人的背景。孙强，38岁，开了一家保安公司，手下30多个人，有过2次寻衅滋事的前科。那就好办了，有前科的人最怕警察。王警官您好，我是李薇，我想报案，有人威胁同事。警官，我就是发了个邮件，又没真打人。邮件内容是不靠创就让你在行业混不下去，这属于威胁恐吓。我那是开玩笑。王警官，这是孙强公司近3年的经营记录，他有30多名员工，但只有5个人签了劳动合同，其他人全是临时工，这涉嫌违法用工。孙强，你最好老实交代，不然我不仅要查威胁恐吓，还要查你违法用工的事儿。是我姐让我发的，她说给那个苏晓一点教训。你姐在拘留所，怎么联系你的？我探视的时候她跟我说的。探视有录音，如果你撒谎，后果自负。怎么样了？孙强承认了，是他姐指使的。王警官说会追加孙姐的处罚。他会坐牢吗？非法威胁加上之前的扰乱公共秩序，行政拘留变刑事拘留的可能性很大。太好了，你还怕吗？不怕了。我要把那个产品做出来，让所有人看看女人做的产品到底有没有逻辑。这才是我认识的苏晓。我知道了。李姐，银行刚通知我，之前那笔500万的贷款，因为举报调查结果还没出来，要继续冻结。但我们的供应商款明天就要付了，账上只有100万。明天要付供应商的款，一共430万，账上只有100万，缺口330万。又是钱，怎么永远缺钱？能不能跟供应商商量延期？不行，老高那边我已经延过1次了，再延他就不供货了。苏通那边呢？他已经投了400万，不能再开口了。董会长呢？他的钱都在基金里，短期内拿不出来。要不我把我那辆车卖了？你那车才值5万块，不够。我有1万块存款，我有2万，我有3万。不用，我来想办法。小薇，你是不是又遇到难处了？没有吧？这是你妈当年留下的，临走前千叮万嘱要给你当嫁妆。当年我犯病，看你卖房断供，几次想拿出来，可你妈那句话压着我，宁可豁出这条命也不敢动它。如今看你这么拼，我想通了，钱是死的，你才是你妈最惦记的。拿去，把公司做好。爸，这是您养老的钱。我一个老头子花不了多少钱，你拿去把公司做好，比什么都强。你妈说过，咱们李家的女人不认输。80万，还差250万。李总，明天的款
你准备好了吗？高哥，我再跟你商量一下。不用商量了，我刚收到一笔回款，你那430万可以先付200万，剩下的分期。不着急。为什么？因为你是我见过最靠谱的合作伙伴。当年我被周世杰坑的时候，没人帮我。你现在有难，我不帮你谁帮你？还有，你那个女性创业夫妻，我想捐10万块，不多，一点心意。高哥，谢谢你。别谢，好好干，给咱们这些被坑过的人争口气。所以现在缺口只有20万。对，那容易，我找我老公借。你上次借的2万还没还呢，再借3万，他不敢不借。李姐，有人让我把这个交给你。小雨的妈妈，她哪来这么多钱？打电话问问。李总，支票收到了吗？收到了，但这太多了，不多。周世杰欠你的不止这些。这笔钱是他海外账户最后的钱，我本来可以留着，但我想了想，不该拿。你可以留给小雨，小雨的生活费我已经安排好了。这笔钱是周世杰的忏悔，你就当是替他赎罪吧。那我把这笔钱全部放进反职场歧视基金，用你和小雨的名字命名。谢谢。500万，咱们不用再借钱了。不光够付供应商，还能把粗化器的规模切大1倍。李姐，这笔钱打算怎么用？我说了，全部放进基金，一分不留。今天我们在这里宣布，反职场歧视基金正式扩容至700万，其中500万来自方敏女士的捐赠。这笔钱将用于3个方面：第一，为被职场歧视的女性提供免费法律援助；第二，为被恶意辞退的女性提供3个月的生活补垫；第三，设立年度破茧奖，奖励那些在逆境中崛起的职场女性。李总，您自己就是被职场歧视的受害者，现在您有了能力，最想对那些正在经历歧视的人说什么？我想说，你不是一个人，我们都在。李姐，你说咱们这一年算不算翻身了？还没。翻身不是赚到钱买下楼，是让后面的人不用再走咱们走过的弯路。敬明天，敬明天。协会新规，严禁以婚育状况为由辞退女性员工。下面有请李薇女士致辞。1年前的今天，我35岁，我被开除、被封杀、被退婚，我爸住院，房子卖了。我以为我的人生结束了，后来我才发现，结束的只是那个被别人定义的自己。这1年来，我学到了3件事：第一，不要怕从头再来，因为从头再来的时候，你比第一次更有经验；第二，不要怕被人看不起，因为他们看不起你的时候，你已经在往上走了；第三，不要一个人扛，因为你有姐妹们。今天我要宣布最后一件事。他时代将在全国10个城市开设分公司，全部采用女性友好制度，不加班、不歧视、不封杀。我活了56年，见过很多创业者，你是最狠的一个。董会长，没有您，我走不到今天。敬李薇，你是我见最难缠的合作伙伴。苏总，没有您那180万。我连第一批货都做不出来。敬李薇，你是我见过最不守时的客户，你是我见过最不守时的客户，也是我最愿意等的客户。高哥，没有你的面料，我的衣服就是一堆布。敬李薇，你让我那11%的股份赌赢了10倍的身价。韩总，没有你带来的资源和那场对赌，我的直播间到现在还只有50个人。我想说2句。1年前，我还在公园里就着热水啃凉馒头，觉得这辈子也就这样了。是李姐把我从那个角落里拉出来的。李姐，谢谢你，你是我的贵人。王姐，你不是需要贵人，你只是需要一个机会。李姐，你还记得吗？咱们第1次直播只有50个人看。记得，你还哭了。我现在不哭了，我现在是头部主播。我第1次帮你打官司的时候，连仲裁申请书都写错了。但你赢了。
对，我赢了。我第一次算账的时候，把利润算成了亏损。但你现在管着700万的基金，我第一次设计的时候被你骂哭了。我骂你什么了？你说这个口袋只能放得下一支口红，职场妈妈需要放手机。你改好了吗？你看，2个大口袋能放手机、钥匙、门禁卡，还有1包纸巾。这才对。我的 app 上线了，上线3天，用户破10万。姐姐，我今天考试考了第1名，真棒！我想你了。我也是。姐姐，你现在还恨我爸爸吗？姐姐，你现在还恨我爸爸吗？不恨了。为什么？因为恨一个人太累了，我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没空恨他。姐姐，你是最棒的。你也是。妈妈喊我吃饭了，拜拜。拜拜。妈，你看到了吗？你女儿没有让你失望。李姐，该下去了，大家都在等你切蛋糕。来了。